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小车运用从现实场景中学到的控制策略，在自己创造出的梦境中行驶的画面。大家好，欢迎来到路易斯科技漫聊，我是路易斯。Meta 的首席科学家杨立坤曾经多次表达过一个观点：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如 ChatGPT， 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解、记忆、逻辑推理、预测能力，是无法达到人类智力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的。为了达到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呢，他提出了一个叫做自主智能的系统概念。在这个系统中，核心是世界模型。那么到底什么是世界模型呢？世界模型这个概念最早由2位人工智能科学家 David Ha 和 Jürgen Schmidhuber 在论文 What Models 中提出。这期视频也主要针对这个首次提出的世界模型概念进行解析。它的灵感源于人类自然形成的世界心智模型。那什么是心智模型呢？简单来说，心智模型就是人类通过观察、学习和实践，在大脑中建立的事物因果关系的模型。如手放到火上可能会烧伤，物体掉入到地面可能会破裂。它不仅对当前发生事情进行理解，它还能对未来进行模拟和推演，进行反事实的推理，也就是假设性思考。例如，假如我不碰到这个瓶子，瓶子就不会掉落并且摔碎。基于心智模型呢，我们的大脑对世界进行预测、推理，从而最优化我们的决策。David 和 Jürgen 在论文中以棒球击球手为例，击球手仅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就可以决定如何去挥棒，这甚至比视觉信号传递到大脑所需要的时间还要更短。他们之所以能击中时速150公里的快球，是来自于心智模型对球轨迹和速度的预测。参考心智模型呢，他们提出的世界模型有如画面中展示的结构。这里世界模型主要包含一个视觉模型和记忆预测模型。视觉模型本质上是一个编码器，它负责把看到的画面抽象压缩。这里假如你没有人工智能基础，你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从画面中提取关键信息。举个例子，你看到这张棒球比赛的照片，作为照片本身，它拥有1200乘以1000的分辨率。理论上呢，存储这个照片我们需要超过100万像素的数据，但实际上我们大脑处理这个照片的过程中，并不需要把全部的像素都存入大脑。事实上，大脑也没有办法短时间做到这一点，它只会去提取照片中最关键的信息。比如，我提取到的信息可以是球手投出了球，球的飞行角度为左偏10度，位置在我正前方约10米的位置，球速呢约为150公里每小时。以这种方式，这张拥有100万像素的画面呢，就被压缩成了一些简单但包含对击球手击球最重要的关键信息。如此提取中的关键信息呢，正式名称就叫做影像量，用字母 Z 来表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举的例子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实际上它提取的关键信息完全是模型自己在训练过程中领悟总结出来的。大多数呢不是人类能够直观理解的抽象数字表达。在视频的后面呢，我也会结合论文中的实验来补充介绍这一点。下面再来看看记忆预测模型。从它的名称中你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基于循环神经网络 RNN 构建的模型。假如你不清楚什么是 RNN 也没有关系，你只需要知道它特别擅长记忆历史信息，并能根据历史信息来推测未来。它经常被用在预测类的任务，如预测股票的价格、预测天气变化等等。RNN 的内部会存储历史的数据，它一方面会用最新的场景状态和之前采用的动作来更新自己的记忆，另一方面呢，它会根据自己的记忆来预测场景会如何的变化。还是以棒球运动为例，根据球过去时刻的运动轨迹，记忆预测模型可以大致预估下一时刻球会飞到哪个位置。我估计听完以上的介绍不少观众可能还是云里雾里的。下面呢，路易斯会结合论文中的世界模型实验，进一步解释世界模型的训练过程以及运作的原理。第一个实验呢，是一个简单的赛车游戏任务。在这个赛车游戏中，所有的赛道都是随机生成的。我们要创造一个带有世界模型的驾驶 AI， 要求它能根据输入的画面合理的调节小车的转向角度和速度，尽量让小车保持在随机生成的车道中行驶。
那么针对这个驾驶任务，我们需要训练一个世界模型，它一方面能够提取赛车游戏画面中的关键信息，参考人类经验的话，可以是像车道曲率、小车当前偏离车道的位置等等。另一方面，它要能够记忆车道和小车的历史信息，并且根据这些记忆和小车采用的动作，预测下一帧的画面会如何的变化。实验人员呢，首先训练了针对赛车游戏的视觉模型，他们收集了1万个随机生成的赛道场景，同时也将小车的控制策略初始化为随机，也就是说，小车会随机从左转、右转、加速、减速4个动作中选择1个来执行，在1万个随机生成的赛道中横冲直撞，然后呢，再将这1万个场景的随机驾驶数据作为训练数据来训练视觉模型及相应的解码器。目标是让解码重构后的画面尽可能的贴近原始画面。解码重构你可以理解为将概括总结的关键信息重新绘制为图像的过程。现在你看到的是原始赛道场景画面被编码成关键信息，又被解码并还原的过程。这里一幅64×64像素的画面呢，被压缩成了15个关键信息。当我拖动它们变化时，重构的画面也会跟随着变化。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呢，这里大多数的关键信息是人类无法直观理解的，它们是视觉模型自己在训练过程中从画面中挖掘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人类无法直观描述它们如何作用于画面的重构。在训练完视觉模型之后呢，实验人员开始训练记忆预测模型。这里训练的目的是给定当前时刻小车的行为及场景的关键信息，来训练模型，直到它能尽量准确预测下一个时刻场景关键信息的变化。到这里，我们已经训练好了一个适应于小车驾驶任务的世界模型，它拥有能提取赛车游戏画面中跟驾驶相关的关键信息的能力，同时它拥有记忆，并且能够根据记忆去预测下一个时刻的变化。值得强调的是在训练世界模型过程中，我们没有给任何人为的标注数据，所有的训练数据都是小车随机行为探索场景获得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呢，小车通过自己对赛车游戏世界的探索，学习到了这个世界的内在运行逻辑。是不是突然感觉有点高大上了呢？有了世界模型之后呢，实验人员通过真实的赛车游戏场景训练控制器。训练目标是让小车尽可能长的行驶在车道内，并且速度越快越好。这里控制器就不再需要复杂的结构，对比庞大的视觉模型和记忆预测模型，实验人员仅采用了一个拥有867个参数的前绘网络，并通过斜方差矩阵自适应进化策略来训练。由于这个跟本期视频的主题关系不大呢，这里就不详细的展开。到这里，一个理解赛车游戏、拥有记忆、懂得赛车游戏内部运行规律，能够预测并且驾驶小车的人工智能 AI 就被创造出来了。为了突出世界模型中记忆预测模型的作用呢，作者对比了仅使用当前场景关键信息作为控制器的输入，和同时使用当前场景关键信息和记忆作为输入的不同表现。你可以看到在仅使用当前场景关键信息作为输入的情况下呢，小车虽然也能大致被控制在道路中，但是车辆的转动幅度过大，方向调整过于频繁。在控制理论里这个现象叫做超调和震荡。而在同时使用当前场景关键信息和记忆作为输入的情况下呢，控制器能丝滑地控制小车，不再有明显的超调，并且甚至学到了如何内切过弯道。讲到这里，学习过控制理论的朋友也许会跟路易斯有一样的疑惑，这个世界模型提供的预测能力似乎跟经典 PID 控制中的差分模块差别不大同样是通过预测误差的未来趋势，从而提前抑制系统的震荡或者超调。PID 中一个公式就能搞定的问题，真的需要扯出一个世界模型这么高大上的概念来解决吗？为了这么一碟醋包了这么一大碗的饺子？别急，世界模型真正的优势到这里还没有彻底展现。在上面的例子中，既然记忆预测模型可以预测出下一帧的场景关键信息，那么假如我们把预测出来的未来场景当作真实的场景的话，那么小车不就可以在它自己创造出的梦境场景中无限的跑下去了吗？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小车运用从现实场景中学到的控制策略，在自己创造出的梦境中行驶的画面。这里梦境这个玄学的词可不是路易斯胡编乱造的，
原文中呢就使用了 car racing dreams 这样的表达。此外通过调节随机度参数，也就是温度参数，记忆模块可以创造出不同变化幅度的梦境，来增加场景的多样性。再进一步这样在真实场景中学到的控制策略可以用在梦境中，那么反过来能不能让 AI 只在梦境中学习控制策略，然后在现实场景中去运用这些策略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下一个实验中，作者就在 Doom 这款躲避火球的游戏中训练了一个世界模型，并在这个世界模型生成的梦境中训练控制器。你可以看到这个训练出来的 AI 在梦境场景中学习到了躲避火球的能力。之后呢，再将这个训练出来的控制器放回到真实的游戏场景中去使用。令人意外的是同样的控制策略 ，AI 在真实场景中居然比梦境中取得了更高的分数，这又是为什么呢？经过分析，实验人员发现梦境场景通常包含更多的噪声，比如有些火球会更加随机的凭空出现，这就相当于我们平常训练都带着一个30斤的负重。那么在正式体育考试脱掉负重的情况下呢，我们肯定能取得比训练时更好的成绩。也许我们人类和动物在休息或者睡眠时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梦境训练。在 Replay Comes of Age 这本书中呢，作者就提出大脑在睡眠时重放近期经历，这种经验回放对记忆巩固非常的重要。这种回放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做梦，不如说是在进行另一种的思考和学习。到此呢，路易斯就介绍完了 David 和 Eugen 眼中的世界模型。总结一下，世界模型的核心一是它能学习到世界潜在的运行规律，并结合这些规律呢，预测下一个行为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世界模型的核心二呢，是它可以创造一个虚拟的梦境空间，在梦境中学到的知识，也可以在实际场景中使用，并且可能表现会更好。那么我们再来回答视频开头提到的问题，为什么基于世界模型的 AI 比 ChatGPT 等大语言模型更有希望达到人类的智能水平呢？首先，大语言模型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仅通过文本的训练，没有对物理世界有直接的感知。比如牛顿的定理 F 等于 ma， 虽然大语言模型可以轻易地写出这样的公式，但却不一定真的理解一个物体在牛顿定理下会如何的运动。此外呢，大语言模型是通过统计概率来生成文本，而非逻辑的推理。它的回答可能看似合理，但无法保证正确性，也就是俗称的幻觉现象。而世界模型由于能够学习到物理规律，会更接近人类的推理。基于以上这些差别世界模型可能未来会在机器人控制与自主决策、自动驾驶、游戏开发、仿真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路易斯之前的这期节目中呢，就分析过当前自动驾驶系统的缺陷。世界模型现在也是自动驾驶的一个热门的研究方向。结合世界模型，自动驾驶也许能够更快地超越人类的水平。最后，我想再强调一点，本期视频介绍世界模型概念来自于 David 和 Eugen 发布的首篇关于世界模型的论文，其发布时间已经是7年前的2018年。论文中做的实验呢，也相对比较简单。最近几年，随着更多相关工作的发布，如杨立坤的自主智能、OpenAI 的 Sora、李飞飞团队的 What Labs， 针对该如何实现世界模型，不同的团队有不同的看法和实践。视频中所介绍的世界模型原理，可能跟这些最新的工作相比有些许不同。假如这个视频反响不错的话，路易斯会接着做自主智能以及 What Labs 的详细解析。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点赞订阅路易斯的频道，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